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当您感到沮丧时，首先要打扫卫生，远离金钱和琐事，不要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高，在心中默念一些话语。这次我想介绍生野俊明先生所著的《对容易受伤的人而言，培养坚韧心态的禅思考》一书。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从人生中剥离多余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变得坚韧的最强禅思考。第二，如何在心中默念，快速掌握最强大的禅思考。现在开始讲解第一部分，从人生中剥离多余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变得坚韧的最强禅思维。作者曾被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之一的禅僧。禅僧是指按照禅宗教义进行修行的僧侣，简单来说就是和尚。谈到禅僧，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举止优雅，气质温和，总是面带微笑，或者通过坐禅和冥想追求内心的平和，因此被认为是宁静而平和的存在。也有人认为他们通过冥想和内省获得了洞察力和觉悟，因此具有深刻的智慧。很多人认为禅僧是无欲无求、远离物质追求、谦逊而内敛的人。作者指出，禅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根源在于一个关键因素，尽管这一点可能会被误解，但作者表示，实际上所有的禅僧都非常坚韧。提到坚韧，可能会让许多人联想到不太积极的形象，认为坚韧意味着不顾他人感受，鲁莽地闯入他人心中。然而，本书讨论的坚韧，实际上是一种在生活中保持内心强大的态度，是心灵坚韧的真正源泉。换句话说，这种坚韧包括不被厌恶和痛苦所压倒的坚强，不在困境和艰难时刻中屈服的韧性，迅速恢复的柔韧，以及面对批评能够坦然接受的豁达。这种坚强的心灵、柔软的心态、灵活的心智和开阔的胸怀，都是建立在坚韧的基础之上。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拥有这样的坚韧呢？顺便说一句，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具备这种坚韧。有了这种坚韧，生活会变得更轻松，烦恼和压力都会大大减少，能够以平和的心态享受生活，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许多人因为一些小事就容易陷入烦恼，更容易被别人的话左右。一旦有了烦恼，这些问题就会反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是过于关注周围的目光，害怕受伤而不敢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如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要改变自己，使心态变得强大、更坚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牵涉到个人性格。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如今他已成为一个心态坚定的作者，过去也曾是非常敏感的人，甚至因为害怕睡过头而每小时醒来，全身都湿透了。通过修行，他自然地将禅宗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在内心培养出坚韧不拔的品质。今天的内容非常有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禅宗世界的大门吧。我将首先总结并介绍禅宗思考，帮助大家更容易理解如何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接下来我们会逐一详细解释每一个点。一、拥有果断决策的勇气，剥离多余的事物。二、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三、在情绪低落时，如何通过打扫来调整情绪。四、将花在他人身上的时间用于自我反省。让我们一起分析和解释这些内容，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如何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首先，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的第一点，拥有果断决策的勇气，剥离多余的事物。最近极简主义风格非常流行，人们都在追求简约生活，不过度拥有物品。实际上，现代人通常会拥有过多的物品，家中到处都是摆放的物品。这种被物品压迫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城市居民的普遍现象。物品的增加源于人类无尽的欲望，不论拥有多少物品都难以满足。每次得到一个物品后，就会想要下一个，这正是人类复杂的本性。虽然通过拼命工作、节俭并积攒钱买到了心仪的名牌包包，可能会暂时让我们感到开心，但这种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很快又会渴望下一个配饰或者名牌鞋子，欲望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人类也有珍惜已有物品的倾向，
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就难以割舍，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情况：尽管渴望拥有更多，却又舍不得放弃已有的物品。因此，物品增加是必然的结果。为此，我们需要有果断舍弃的坚定决心。比如说，最后一次穿过的衣服，尽管挂在衣柜里很久，但却一直不舍得放手。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如果有一件连续3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节后也几乎不会再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件衣服就只是占据空间的存货了。这时候要做出果断的放手决定，意味着您需要排除可惜的情绪，因为这样做会使生活空间更加宽敞、更加舒适。这不仅适用于衣服，对于餐具、生活用品和小物件等，同样可以做出类似的判断。您的房间里可能也有许多你已经不再使用或未来也不会再用的物品吧？如果能迅速做出决策，生活的便利性会进一步提升。随着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我们也能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此外，果断做出决策不仅限于物品，对待人、金钱和信息，同样需要有果断放手的态度。在人际关系中，有些人虽然不太愿意，但因为被邀请而与对方交往。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种情况通常称为惯性交往。如果考虑停止与那个人的交往，会有什么不便吗？冷静地思考一下，停止交往不仅没有不便，反而会感到心情大为轻松。如果您认为如此，那么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不决放手。将人际关系束缚起来是让您内心感到狭窄的主要原因。放手就意味着让您的心自由。同样，放弃对更多金钱的欲望也很重要，因为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禅语中有一个叫做知足的概念，意思是明白什么是足够。知足的人即使生活简朴，也能感受到内心的安宁和幸福。知足可以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感恩接受，这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可以立刻感受到的好处就是压力大幅减少。如果一直追求更多的金钱、更好的物质、更高的地位和更多权利，未能实现时会增加压力和焦虑，同时经常感受到持续的压力状态，因此常常为压力所困扰。通过实践知足，可以减轻这种不必要的压力。此外，知足的实践还能让您获得内心的平静，摆脱无谓的欲望和竞争，学会辨别真正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从而带来真正的心灵宁静。除了知足，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心灵平静。知足还能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与其追求不断的欲望，不如深刻理解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并对此心怀感激，从而过上更加幸福和满足的生活。另外，知足的实践还能促进节约和经济稳定。通过知足，可以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浪费，进而增强经济安全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接下来，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的第2点，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大家是否已经清楚地告诉对方，自己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如果还没有，我建议未来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样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加顺畅。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例如，在金钱方面，有些人是今天有钱就享受的类型，一有钱就花光，而其他人则更注重节俭和储蓄。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与自己金钱观不同的人，感觉他们的理念与自己相去甚远。即使是夫妻之间，对金钱的看法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打交道。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同的人交往会感到困难，可能是因为自己试图强迫自己去迎合对方的观念，不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上。虽然内心觉得不同，却还是会附和地说：“是的，好吧。”这样做是因为内心希望被对方视为一个好人，想要得到理解和认同。由于害怕受伤，才会抑制自己的感受与对方交往。但这种方式最终只会让自己感到痛苦和不幸。即使对方深深爱着这个虚假的形象，那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为了迎合对方而创造的幻想。展现真正的自己，
当然，100%的展现自己与人交往是相当困难的，但也要注意不要离开真实的自己太远。在看待事物、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试着坦率地告诉对方，可能会更有帮助。当然，需要在传达方式上多加考虑。我认为应该避免使用“这样不对”、“应该这样想”或者“这不是正确的吧”这种方式来反驳对方，因为这样会否定对方，并且可能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对方。所以，首先表达理解对方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理解了，确实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有其道理。然后温和地分享自己的观点，人们会感到自己被理解和认可，并且会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因此，在彼此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互相理解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这种关系不会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是一种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沟通氛围一直会很好，不会让人感到悲伤或苦恼。我们应该拥有坚定传达自己观点，而非迎合他人的态度。如果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后，对方决定离开，那么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与你有缘的人。我们没有缘分成为朋友。为了找到真正重要的人，我们必须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我们需要找到愿意接受您的价值观并且喜欢您的人。有时候，坦率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可能需要一些勇气，但我们追求的是真实的人际关系，而非虚假的。如果因此导致关系破裂，那就接受吧。如果能够长久维持，那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你应该珍惜这样的人。接下来，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的第3点，在情绪低落时，如何通过打扫来调整情绪。有时候，人们会遇到令人情绪低落的事情，从那之后很难振作起来。不论是因为工作中的失误、人际关系的纠纷，还是被人背叛，这些事情会一直在心头挥之不去，使人难以改变心情，每天都感到郁郁寡欢。当然，即使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的人，心理上也会有起伏，会有低落的时候。然而，擅长调整心情的人知道，沉浸在沮丧中无法有所作为，这种认知成为他们调整心情的动力。例如，即使在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首先承认错误确实不妥，然后为了避免再次犯错，关键是立即找出导致错误的原因，专注于查明错误的根源，而不是陷入自责和烦恼。展现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调整情绪。如果在人际关系中遇到问题，不要陷入沮丧和困惑，而是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自己无意间回避了对方，那么现在可以主动与对方交流，或者是因为直率言辞而伤害了对方，那么可以考虑更加谨慎地选择措辞。在解决问题时，我们的心情已经开始改变。被周围人认为在低谷时能够迅速恢复和心理强大的人，通常能够迅速采取这种积极的应对措施。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顺利地调整心情，但坦率地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养成的习惯，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当心情低落时，立即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专注于制定解决方案。如果每天都能如此，这种习惯就会养成，从而使您能够像坚强的人一样快速恢复。逐渐的，你也能变得更坚强。习惯不会一下子改变，有时可能会感到心情沉重，难以自拔。当你感到低落时，按照以往的经验，运动是一种推荐的方法。但对于精神状态不佳的人来说，运动可能是一个较高的门槛。因此，作者向大家推荐专注于打扫。如果有令您不舒服或感到沮丧的事情发生，那就全身心投入到打扫工作中去，用心去打扫，这样可以减少对那些让人烦恼的事情过多的思考。此外，通过打扫这个动作，您所处的空间也会变得整洁美好，大家可能会体验到清洁后的清爽感。在整洁的环境中，我们感到清新和宽慰，心情也变得晴朗愉快。打扫不仅仅是去除灰尘和杂物，更是清理内心杂念、提升心境的行为。因此，打扫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这可能是改变心情最快速的方法之一。只要心无杂念地进行清洁工作，
随时随地都能带来极大的益处。当你感到烦躁或者烦恼时，经常听到建议深呼吸或者冥想，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烦躁不安的时候，要让自己冥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如果您是这样的人，不妨试试一心专注于做清洁工作，通过全神贯注于清理的行为，您能够达到类似冥想的效果，头脑将变得非常清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培养坚韧的禅宗思维的第4点，将花在他人身上的时间用于自我反省。现代人往往过于把时间奉献给他人，导致无法保留足够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因此，有很多人在人生中感到迷失。事实上，通常那些被称为受欢迎的人，或者所谓的好人，并不一定是理想的。您身边也许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乐意帮助别人，无论是参加聚会还是其他集会，只要被邀请，必定会前来。这种外表上的轻松和受欢迎，并不一定代表内心的真实。实际上，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只是别人方便利用的工具，并不一定拥有真正的人格魅力。或许你也经常会碰到不情愿参加的聚会或者酒局，在那种情况下，您能够坦然地说出“我不去”吗？去一个您并不想去的地方，不过是在让别人占用您的时间罢了。就算是社交活动，即使您把自己珍贵的时间奉献给了别人，对方也未必会有多么在意。时间是有限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所以重要的不是为了他人而削减自己的时间，而是要成为自己时间的主宰。不要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自己不想做的邀约上，而是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静静地反思和审视自己。请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你们是否有过一个人安静地度过的时间？现代人都非常忙碌，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度过。大家是否感觉到自己被时间所追赶，感到自己无暇顾及自己？工作和私人的社交活动已经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独处的时候，这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吧。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即使不参与也会感到不安的社交网络世界中，因此晚上回到家之后，我们仍然紧握着手机，忙着发消息、回复消息，我们变得沉迷其中。即使有再多的社交网络朋友，能真正倾诉生活中困扰的人又有几个呢？我想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真正倾诉生活问题的人。有句话叫做7步一坐，意思是每走7步就停下来，静静坐下，反省自己。这句话对于现代被时间追逐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如果不停下来反省一下，您可能看不清自己究竟是怎么奔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奔跑方向，结果很可能会迷失自我。所以每走一段路之后，停下来审视一番，就能够看清自己走过的路是否正确。如果不知道自己希望在人生中实现什么，自己重视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快乐，那么提高生活满足度是不可能的，最终会感到无所作为，在临终时也会感到后悔。在这个现代社会，许多人无法拥有独处的时间，迷失了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时间从奉献给他人转移到反省自己身上，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掌握自己人生的控制权。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内容中，我们将解释如何在心中默念，快速掌握最强大的禅思考。我想要讲解的是禅思考的3个核心概念，它们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首先是第1个概念，即摆脱金钱和头衔的束缚。在座的听众中，可能有些人为缺乏亲密朋友而苦恼，或者真的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渴望拥有亲密的朋友。现在我想分享一个秘诀，帮助大家建立真正的友谊，那就是与那些和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交往。请大家想一想，你们最亲密的朋友或者能完全信任的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但你们之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你们相处并非是因为对方能给您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因为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
而是纯粹因为彼此喜欢或者因为性格合得来，才能建立起这样长久且美好的关系。因此，如果你想要有亲密的朋友，作者建议你们一定要和那些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多交往。很多情况下，一旦踏入社会，与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接触的机会就会显著减少。大多数人会通过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人结识，因此利益关系便成为关系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很难找到可以真正信任的朋友，感到困扰的原因。但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您主要与有利益关系的人打交道，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往往复杂，很难在其中真正建立深厚的友谊。一旦工作关系结束，关系也往往自然消失。所谓的缘分断了，关系也就断了。不过，社会上也有很多例子表明，人们能在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体育运动中建立深厚的友谊。在这种关系中，地位、荣誉、头衔甚至财富都不会成为干扰，彼此可以纯粹的心心相印。所以，建立真正深厚的友谊是可能的。而且，成为亲密朋友之后，了解对方的地位或者头衔，即便是哇，原来您这么了不起的发现，也不会破坏这种纯粹的友情。因此，如果您发现周围的人大多是工作关系中的人，建议尝试参加新的社交圈子，去一些您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增加与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接触的机会。你会惊讶地发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社交圈子存在着。在现实生活和在线社区中，都有无数的社交圈子存在。在这些地方，通常可以找到志同道合、能够真诚相待的好友。如果你想要亲密的朋友，那就需要您主动出击，因为如果不主动去接触，周围的人大多数会是与工作相关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禅思考的概念，即不要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高。为了拥有宽容和包容的心态，不过分要求自己和他人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指出，我们经常对各种事物抱有过高的期待，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中，我们倾向于追求完美。比如在夫妻关系中，丈夫可能期望妻子对他温柔体贴、关心备至，而妻子可能期望丈夫强壮、有经济能力等等。当然，期待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找到一个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找不到符合自己期望的人，或者伴侣并没有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行动。这些不满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破裂。在人际交往中，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在于不要期待过多。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是不要对他人要求过高。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对自己宽容、对他人苛刻的人。在工作场合，如果自己擅长的事情他人做不到，有时会感到不耐烦，认为自己30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情，对方为什么要花1个多小时？甚至会生气地觉得对方在偷懒。然而，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却会宽容地多给一些时间。人是自私的生物，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世上没有完美的人，这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都明白，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一点，对他人期待过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或者让自己心烦意乱。当您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困扰时，不妨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对他人要求过高。如果发现确实如此，停止这种过度期待后，你会发现人际关系问题会显著减少，同时也能够拥有更宽容、包容的心态。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每天都要与许多人打交道，这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压力和误解，让我们感到苦恼不已。人际关系的问题多种多样，例如与朋友、家人、恋人或同事之间的误解、冲突，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沟通不畅和价值观的差异等。许多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感到苦恼。每个人背景、信念和经历都不同，这常导致理解上的不同步和冲突。同时，也有人因为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到失望和不满。人们常对他人抱有一定期待，当期待未能实现时，会引发失望、不满
和愤怒等情绪，尤其是那些比较敏感的人，更容易因为他人无心之言而感到受伤。他们对他人的言行更为敏感，可能误解对方的意图，从而陷入消极情绪。因此，要在人际关系中变得坚强。我们需要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差异，同时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期望，以减少因期待落空而带来的负面情绪。有效的沟通和倾听对维护良好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减少误解和冲突，建立更加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您能培养一种心理上的坚韧，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坚韧的人通常对他人的言行不那么敏感，心胸开阔，能够不为每一句话或行为而感到不快。即使作为禅宗僧侣，也会遇到让人生气的时候，这时他们会深呼吸，内心默念谢谢，重复3遍。这样做可以让愤怒逐渐平息。如果一味地反思对方的行为或言语，愤怒往往会越来越强烈。然而，通过深呼吸和默念一些话语，可以帮助缓解情绪，使愤怒不至于升腾到头脑。作者建议大家养成这样的习惯，在遇到令人不快或生气的事情时，当场深呼吸，心中默念一些话语，比如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的口头禅可能非常有效。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平复愤怒，避免过度反应。当您习惯了这种方式后，一些小事就不再那么重要，你也能更宽容地接受他人的言行了。这不仅提升了您的情绪管理能力，也让您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定。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